忙碌生活，他们用美食为上班族提供一日能量。5點鐘落去到6點之前，我開口。起早贪黑，他们成为城市美食的良心和灵魂。6年派饭20万份，他的食物填补了老人和流浪者缺失的温暖。希望能夠多啲人受惠啦。一日3餐，最普通的才最珍贵。老广的味道之3餐。天还没放亮，早起劳作的人们已经各就各位，为理想奋斗，为一日3餐奔波。凌晨4点半，摩托车的轰鸣声一阵一阵地划过大街。魏一才搭着妻子准点回到自家小店，8年如一日的坚持，只为给街坊们提供一顿地道美味的早餐。老婆嚟，一齊拎出嚟，拎牛呢，我攞作料啊！老板出现来了。好。好哎，这好路。刚接过手的新鲜猪红，正是魏一才的镇店食材。8年来，夫妻俩就凭着1碗猪红汤，收买了一大批食客的胃。要制作一口让食客回味的猪红汤，绝对是一个技术活。过滤、调制盐水、混合、快速搅拌、凝固、切件儿、烹煮，每个环节都需要精准的技术和时间支撑。挑掉里面那些碎的，挑那些完整的，一桶猪血做到来，真的成品也是正在几成的。哦，老婆，我来調調。哦，每幾個豆豉、豆奶，呢個水聲，放羹下。哦，我調先。魏一才早上的任务是先处理猪红，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市场抢购猪红汤的配料。绑青呢，主要要看这个肉的鲜亮度。它这样就是那个新鲜健康的猪，早上刚杀的，而且呢，这些它带的那个瘦肉比较少。这样呢，吃起来的口感跟就比较好一点。那猪肝呢，健康的猪的猪肝吃起来是很好吃的。这个猪肝是属于健康的那一种，它的表面很光滑，而且那个颜色啊，带有没有那么红的是，而且呢，它不会深一点一点，反过来呢，它也是很漂亮的，不会说是深红色哎。这个肝就很健康了。我们检查到很好，怎么会？精挑细选，通过观其颜色，魏一才就能快速准确地分辨食材的优劣。装好了肉，魏一才一刻也不愿意在市场里停留。他要立刻赶回店里，用最短的时间把新鲜配料切好。切肉也考验刀工，顺着猪肉的纹理，快刀薄片。切出来的猪肉肌理通透，能够保证下锅时火候的把控和烹饪出的口感。切好的配料放入冰柜保鲜。完成了配料的准备工序，魏一才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就出现在了附近的菜地里。
呢個菜整到就晒。比較好食，哎好像無人做，人袂誤解，我就袂啊辣，我就比人加一解。果有得上好，食解也無無藥，甲好注意清氣上，一年3樣還是清氣上。做真煮嘅菜多咗，知道生來好。無藥甲落苦啊！呢個主要單單係菜無落嘅，佢無落嗰農藥。無山落嚟好10杯。誒，土雜杯啦。是啊，因為鋪頭係冇用到隻菜嘅。鋪頭食我這套菜就紅窗就條，但就直接撿15根出上好嘅當撿個。好。魏一才手上拿着的植物叫珍珠花菜，这种潮汕特有的蔬菜是猪红汤的最佳搭配。而为了保证菜的新鲜安全，魏一才每天都会亲自来到菜地里，直接跟菜农购买。老婆，菜來哦，落菜先切掉嘅。早上7点半，附近的上班族也陆续出门了。猪红、猪杂、海鲜、青菜一一备全。妻子陈丽文负责下面，魏一才负责猪红汤的烹煮。我每上班的時候，攏有來到食我雞血湯或者是打麵。一碗珍珠花菜猪红汤，一份干捞面，就是汕头人的丰盛早餐。阿哥啊，这碗猪血的味道怎么样？哎，不错啊，它这个挺有特色的，这个猪血挺特别的。猪血呢，我们潮汕地区主要是吃了猪血之后可以去尘的作用，而且你内网呢就加那个珍珠花菜组成的。是这个菜吗？对，这个菜吃起来就还有消炎跟清肺的作用。轻轻一咬，猪红迅速在口中裂开，咀嚼时有一种弹牙粘性的口感。配上浓浓的猪骨汤、猪肠、猪肝和爽口清脆的珍珠花菜，再加上魏一才特调的葱猪油，一碗层次丰富的猪红汤是食客们活力一天的开始。自己用心用力去挑，吃起来顾客呢就是认同的人他就比较多。我做这个大概8年了，做这个呢是很用心做，所以呢。这个汤水做出来的顾客还是有一定的口碑，还有一定的认可。原本从事装饰材料生意的魏一才，因为改不了吃货的特征，但又苦于找不到满意的猪红汤，所以决定自己动手，这才有了今天的这家小店。因为汕头的早餐呢，猪血呢，很多人在做。但是做的都不那么精细，我就看到它还有提高的空间，也从小自己很喜欢吃猪血，所以才有这个机会遇到一个老先生教我这个手艺，后来才喜欢上这一行哎。来，老婆吃不对，辛苦了啊。辛苦了，哎呀，这几天哎，生意很好，都很忙哎。热爱是最好的老师。魏一才的大跨度转变，纯粹是因为好这口。而吃货最具有的就是分享精神，只有把美食分享出去，吃才变得更加有意义。打算继续做，因为现在是等于是。做了很开心哎，顾客吃到我的东西，对我有一种认可，顾客的认同感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所以我还是继续会坚持，保证保量哎，就是保证给顾客吃到最新鲜、健康的食品哎。
年过花甲的黄水贤跟魏宜才一样的辛劳，每天的4时3刻，他已经完成了当天的采购，开始为当地一种最受欢迎的早餐做准备。我哋門自己翻爐就關住門，自己一個人喺度煲滾水、煲眉豆、煮豉油、切豬肉，整好豬肉就打漿。自小店1987年开业的第一天起，黄水贤对早餐的原材料就有了最为苛刻的要求。呢個係腩角，不過你用豆腐好，做腸粉好係一流嘅。豬肉佬都鬧我嘅，你嘅豬肉就特別會夠架勢嘅做粉。我話我就係為啲豬肉，一個豬係冇幾多嚿嘅，一個豬腩係一邊一嚿就係嘅。我去到佢就磨利刀俾我自己搞噶啦。除了食材选购的较劲，黄水贤对早餐酱料的调制也到了疯狂的程度。煮滾佢高溫燒到，就放心食咯。豉油咧係好鹹，就俾啲白糖調一調，食到又唔頸攰，食落又感覺好食。煮酱、切肉、搅拌、切粒、翻炒，一环扣一环，由不得黄水贤有半秒钟的松懈。这种既孤独又忙碌的场景，在狭窄的厨房里演绎了整整30年，而出品的就是一口既美味又饱肚的早餐——永汉肠粉。今日好白啫。打7個漿摸到個花，白到嘅。如果摸到後一粒粒就整嗰粒粉就唔好食啦。係嘛？今日煎唔煎啊？佢豬肉都切妹咯，切入去當就得啦。啊，好喎，你好去當啊。我捱咗5點鐘落去到6點之前我開後，因為有啲米菜啊同埋學生都早啲。早晨6点30分，酸菜、萝卜干、沙葛、豆角等主要的原材料都已经备齐备全，炉火也开启了。黄水贤和媳妇各就各位，等待客人的光临。呢條聽仔，呢條酸菜，呢條雞湯，我2條，然後我2條雞湯可以煎肉。好好好。一份肠粉加1杯豆浆或者1碗粥，早已成为龙门人最爱的早餐。很多龙门人都知道，这种肠粉最早出现在永汉镇，但不知道这家肠粉老店的掌舵黄水贤就是永汉粉的创始人。咁我就做好間屋之後咧，我就都冇乜嘢好做。表姐夫以前做豬腸粉賣，我去睇咗佢2次，都係半個鐘咁左右。難得我一試就成功。從表姐夫那兒學到了蒸粉的基礎，手上沒錢的黃水賢以赊賬的方式訂購了一個爐頭、一張桌子和幾張板凳，就這樣開啟了腸粉檔。從1987年3月天就做啦。一開檔嗰時冇乜生意嘅喎，做20蚊一招嘅喎。半年之後有一招做到50蚊，嗰啲就1年就還清啦。因為餡料特別，口感好，黃水賢的腸粉生意是越做越火。慢慢開始，也有人跟風做起了腸粉生意。淨係100米唔夠就7間，因為做腸粉咯，冇賒數咯，做完之後有現金兜咯。經過30年的發展，由黃水賢開創的腸粉店已經成行成市，為當地人帶來了美味的同時，也收穫了一個貼切的名字——永漢粉。永漢腸粉的長相和廣式的布拉腸相似，但比布拉腸的皮兒薄得多。晶瑩剔透的粉皮上，添加蘿蔔乾、豆角、酸菜、沙葛、
梅豆、肉碎、鸡蛋等不同馅料，吃起来既鲜香满口、细腻爽滑，还带有韧劲儿。早上9点，黄水贤的肠粉店已经座无虚席。多年来的用心经营，除了得到本地人认可以外，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人的青睐。做心嗰啲人咯，一落車落，阿姨我又嚟啦咁。阿姨你嘅粉真係好食啊，食完又想食啊咁啊。問下一個，腸粉做30年啦，一日都未走到嘅，日日都企個位㗎。呢啲人換過幾次，一個前箱兩換同人兩換。倒漿、摇盘、入炉、加料，婆媳俩合作无间。學生幾點鐘啊11點半啦喂。都賣沒嘢咯，冇嘢賣咯，收檔啦哈。從4點到11點，7個小時的忙碌終於告一段落。婆媳俩在收拾東西的同時，兒子已經下班回來，在廚房開啟爐灶做午餐。平時咧，我媽自己做早餐辛苦啲，我中午夜晚呢2餐飯咧就我負責搞掂，唔使我媽媽咁辛苦啊。剛才話廿色嘅，光做，你中意啊？哦，我中意雙海料就係料，唔知雙海料我就光做。看似只需要把米浆蒸熟就能做成的永汉粉，很多人都会，但要如黄水贤一样，把一条肠粉做足30年，用一条肠粉创造一份事业，养育一个家庭的人极少。如果说早餐是一个城市的良心，那宵夜便是城市的灵魂。吃货们深夜出动，只为了邂逅最好状态的食材。晚上11点过後，食客們陸續出現在番禺南村的一間普通的大排檔內。5點鐘開工，6點鐘有得食，6點鐘好少㗎，係晚上11點半、11點之後又開始多人㗎啦。到店卻不點菜，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什麼。同樣等待的是大排檔的店主李錦標。每晚11點半過後，他都要到店門口候着。一般12點鐘左右，12點鐘前就到㗎啦。而此時，李錦標的兒子正用最短的時間從肉聯廠取貨。大家翹首等待的美食到底是什麼呢？因為肉聯廠呢度即係佢要11點半先可以劏豬嘅，呢個時候嘅豬就係最新鮮嘅。11點45分，李錦標的兒子準時回來，等候許久的食客終於按捺不住了。借下。呢度。來，兩條排骨，快好快，嚟呢度。離開肉聯廠不足15分鐘，豬內臟還留有餘溫，趁其仍在抖動中，便分切給食客，絕對是午夜最毛骨悚然的美食誘惑。兩個菜米
猪杂就是猪下水，除了常见的内脏，还有猪喉、猪舌、花肠、生肠等。把家常的猪杂做成15年长盛不衰的生意，自有绝活。以前做湯豬我哋湯豬叫做內行啊嘛。對豬最主要就係講內行，識唔識貨。15年咧經自己手嘅，一路自己去攞貨都係自己割。粉腸嗰度要揀㗎，係割啲花腸㗎咋，將靚嗰部分割咗，曳嗰部分就唔割㗎啦。2002年，开屠宰场的梁锦彪兄妹一家转行开起了餐厅，菜式独孤几味，质朴原始。每桌必点的猪杂粥，粥底也颇为讲究，选用粘性较高的东北大米，提前熬制超过3个小时，直至米粒儿开花，富有油脂。3點半鐘翻嚟洗米，洗乾淨米之後加少少油，一路煲到5點半，睇睇佢夠唔夠面，加啲油咧，為咗個口感香少少，個粥夠面。咁樣叫做廣東人最中意食嘅老婆粥。李锦彪的店里每天可以卖掉一大锅约400人份的粥，周末更是要准备600人的分量。一碗猪杂粥。粥里有肉味儿，肉里有粥味儿。除了猪杂，当然还有一些市面难寻的货色。一头猪只有8两的猪脸肉是制作肠粉的最好馅料。啲米佢將係自己磨嘅，一有300-400條啦，嚟。接近透明的粉皮，包裹着新鲜的猪肉、猪杂，肉比粉多，鲜甜爽脆，能带给食客最大的满足感。这间只卖猪杂的店，所有的出品都离不开猪。椒盐排骨、铁板猪杂、猪杂过水去除血腥味儿。炒的过程可以用秒来计算时间。猛火爆炒30秒后，放在烧热的铁板上，利用铁板的温度继续加热。猪杂不散碎，熟得恰到好处。如今，新鲜猪杂已成为番禺美食的代表作。有不少食客更是驱车几个小時從周邊城市過來，只為了品味食材最好的這一刻。呢度咧就要12點過後先有得食㗎，係啊，最緊要係新鮮又好食。廣東人素有吃宵夜的習慣，除了吃，還重在和誰吃。大家聚在一起促膝談天，順便滿足口腹之欲，不僅是對美味的追求，更是情感的聯繫。在廣州 CBD 珠江新城，每天上午9點，白領們開始一天忙碌的工作。在這些高樓大廈旁，一群外賣行業的送餐員也準時上崗。王軍偉是這個送餐群體中最年輕的一員，未滿20歲的他，入職才1個月，是一名最初級的騎手。保護好我們的產品，避免發生清掃。大家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好。已有2個新訂單位進行處理。
10点上岗后，手机不断显示出订单信息，王军伟进入打鸡血模式。2016年，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1.5亿，广州市有近万人从事送餐服务。刘小姐，好，你把外卖，不客气。开始的时候像新手一样，也就跑5、6单嘛，毕竟路也不熟悉。后来越跑越多。对，好，外卖。好，不客气。王军伟的送餐范围在广州中轴线花城汇附近，周围写字楼林立，大部分公司并没有配套餐饮设施。高压工作下，白领们的午休时间最多只有1个半小时。为了压缩时间多休息，叫外卖成了许多上班族的首选。11点后取外卖是广州写字楼外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外卖服务让食客有了更多选择空间，也促成了许多传统粤菜行业开始提供快餐制作服务。荤素搭配的快餐，即点即炒的粉面高居点餐榜首，最受食客追捧。其中以提前制好的烧腊饭最为节约时间，成为上班族的首选。写字楼附近常可以见到烧腊店。广东人爱吃叉烧，秘制酱料腌制的猪肉经过慢火烤制，肉质软嫩多汁。更为简单的当豉油鸡莫属，将三黄鸡在豉汁中煮上20分钟便可捞出。从接单到师傅展件，不用5分钟便可完成一份快餐的制作。同样受青睐的还有广州传统的西关美食蒸肠粉、艇仔粥，多种食材搭配组成。午餐，一日3餐中最重要的一餐，是一天中体力和脑力承上启下的补充，不仅要吃饱，也要吃好。啊，对，好的，外卖，好，午餐1块啊。一份订单的送餐距离平均1.5公里，时间要半个小时，月送600单以上。王军伟最怕碰到的是喜欢给差评的顾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，我5分钟马上就到，不好意思，5分钟时间。有一些顾客比较着急嘛，我这刚下单也没多久，打电话来催一下。一个差评可能导致我们这个月扣一点工资。张的。哦，好的，好，不客气。我嚟食個飯。手撕雞拼燒鴨。赶场为别人送餐，王军伟自己的午餐，往往要等到2、3点之后才能解决。下午，短暂的闲暇时光，王军伟会坐下来看看书。正在进修本科的他，读书之余，送餐员算是一份副业。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自由的工作。以前我是读那个土木工程的嘛，在那个从化那边实习1年，就是整天坐在办公室。感觉不太喜欢了。
每天穿街走巷，王军伟觉得这份自由的工作可以让他更好地领略广州的美。身份的转变也让他更能理解送餐员的辛苦。就有时送得很慢，我也想吐槽几句的嘛。现在做这行才知道，哇，这么辛苦。所以以后我点外卖会体谅一下这些骑士。Hello， 哎，怎么样今天？累死人了，真是不想吐槽啊！单量太多了。单量多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晚上过来一起吃饭。好，行。夜幕降临，王军伟一天里的第2次送餐高峰期又拉开序幕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陈先生吗？哦。对啊，好，唔使，好 ，OK。唉。另一边，站长黄家伟开始张罗晚饭。同样是在广州打拼的黄家伟，最能懂得同事们每天都只能吃快餐的不易。喜欢下厨的他，早下班时会准备晚餐，要大家同吃。比较空闲的时候就会做饭，但是也不是经常，有时候比较忙的话也没有时间煮。今天给他们做一个梅州特色的酿豆腐。忙碌的工作，做饭以食材简单易清洗，又兼顾营养为基准。玉米萝卜猪骨汤、清蒸鲈鱼、青椒炒肉片，还有最能体现家乡味的酿豆腐，都是黄家伟的拿手菜。晚上9点多，忙碌了一天的送餐员才算是有了歇息的气口。晚上超累。可以啊，多吃一点啊。围坐在一起吃一顿晚饭，也许是独自在异乡拼搏的他们最大的归属感。我哋北河飯店咧，啲師傅每日就4點鐘翻工啦，5點零鐘咧就保持日日都有嘢食，因為呢度好多老人家，日日都朝頭早就嚟飲茶嘅。北河饭店，香港地区最廉价的粤式快餐店。近几年，北河在香港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让其出名的不仅是饭香菜美，更重要的是它的一張飯票。如果你唔攞中豆飯，唔攞起食鳳爪排骨飯、食牛肉飯、食雞飯，隨得你揀啦。落唔落啲豉油啊？我俾住我。俾住，真係當錢。嗱，嗰老人家咧，我哋嗰啲券咧，由5點鐘到夜晚9點鐘都有得攞嘅，因為咧。佢有陣時各個人嘅需要，佢有陣時食早餐嘅，咁如果外賣嘅咧，一張飯券咧可以有2個點心。为了能在清晨给食客提供一份既廉价又饱肚的美味早餐，身为股東之一的雷雪莉，在過去的10年里，每一天都堅守早市。咁我咧多數都係返6點。咁啊，明哥咧就翻10點。比起广州人的1中2件，因为生活节奏的差异，同属粤语体系的香港人更钟爱于简单快捷的茶餐厅。通常1杯奶茶、1份煎蛋或者1碗面，就是他们的早餐。
每天的早餐时间，饭店的明星人物就会准时出现，他就是陈卓明，人称明哥。明哥出生在广东番禺，年幼丧父，家境贫寒。1979年偷渡到香港，1983年来到深水埗北河饭店当粤菜厨師。就喺83年開始嚟呢度打工咯，啲老細移民咧，咁我哋幾個伙計一人夾咗錢就頂咗嚟做啦。凭借勤奋务實的個性，明哥慢慢在深水埗開闢了屬於自己的事業，從一家餐廳發展到2家連鎖，直到2001年經濟危機爆發，明哥的生意一落千丈。大約係00年嗰段時間啦，就嗰年就蝕咗20幾萬，咁最後就揾一個股東翻嚟合作，經濟衰啲嗰時就工人都冇工開，咁直至到嗰段時間開始就研究咗廉價嘅快餐啦。北河飯店從中檔餐廳轉為廉價快餐，吸引了很多因經濟危機陷入低谷的民眾。北河燒臘的生意也慢慢好轉。咁我哋唔要求賺錢㗎，目標就係自負盈虧啫嘛。從2002年到今天，因為通貨膨脹，明哥的盒飯共漲過3次價，但它仍然是全區最低價的快餐。24塊錢的3菜1湯，比同區的茶餐廳低了1/3，實實在在地為附近的困難者解決了1日3餐。2008年，香港再次出現經濟危機，底層民眾的生活更加困難了。明哥萌發了免費派餐給困難民眾的行動，而這一行動一直延續到今天。行嗰度攞嘢，攞埋嗰啲嘢啊嚇。係，仲爭4個。係。先，係咁個，俾埋你，好唔少。就排骨粒50斤，雞粉1箱，大黃2，好啦嚇，拜。一杯奶茶是明哥一天的開始，接着，明哥要到供貨商處親自挑選食材。雖然便宜，可他從來沒有放棄對食材的要求，廉價飯也要講究水準。有時要睇下佢啲貨有冇對版先得，咁啊要佢翼要幾大隻嘅，佢整啲細隻嗰啲嚟就唔啱用咯，變咗嚇。食材預定好之後，明哥回到了北河，開始進入午飯的準備工作。中午11點半，陸續有老人拿着飯票來領取午餐。豆腐啊嘛。飯券咧，我哋派飯嗰時唔夠派咧，咁我代哋啲飯券啦，咁攞唔到飯券人俾咗我哋嗰度攞咪得咯。我啲飯券流通量好大㗎，喺深水埗區啊，好似嗰啲麥當勞惠康券咁樣嘅嚟嘅。接近12點，北河飯店座無虛席，24塊錢的3菜1湯吸引了不少單身顧客及孤寡老人。咁好多老人家都屋企都電飯煲都冇嘅，費事煮啊咁咯。如果買餸都買唔到咁滯，24蚊揀3樣餸。2小時的忙碌解決了熟客們的午餐問題。簡單的2口飯後，明哥匆忙地出了門。明哥匆忙趕來的地方是北河同行。北河同行是北河飯店的分店，這裡每天只營業到下午4點半，打烊後就開始籌備免費派飯。其實就今日就係最後一日㗎啦，老人家派飯嗰度，咁我哋睇下研究下，我哋點樣繼續令到老人家繼續有得攞啦。
嗰180個其實我哋本身有資料噶嘛，我哋會。咁我就登記咗佢先，了解你哋多啲，咁我哋都會另行安排咯，可以啊。一番讨论结束，明哥和志愿者达成共识，从他一手创建的北河同行基金会里拿出经费，继续支撑180位老人每周的一顿晚饭。不仅出钱，连做飯明哥都親力親為。要浸嘅雞翼就要啊，因為如果你一次過滾到佢熟咧，會鞋身嘅，即係出水喎，去咗嗰啲冰啊同埋啲血水啊咁。有啲八爪魚仔啦，有啲雜手啦，食落嗰時有啲口感，咬落去就冇當當滑滑嘅啲八爪魚仔啊。下午5點不到，北河同行的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龍。我嚟呢度買啊！你有身份證得㗎啦，啊！要有長者卡啊！志願者在忙碌地打飯、分菜、包裝，門口負責登記的同事也準備到位。5點半至7點，我哋會寫住㗎個卡地啊！唔該曬你，明哥，多謝曬你，多謝曬你，有。唉，大家有食得最緊要。5點半，北河同行準時給老人家派飯。今天除了飯以外，每位老人還意外地收穫了一條圍巾。寒冷的冬日裡，老人家多了一份溫暖。最緊要開心咯，一個人開心冇用㗎，要大家群體咁樣開心先有用㗎嘛。知足者貧亦樂啊嘛，就開開心心做人咪得咯。我們身邊的大部分人都在為1日3餐奔波，明哥也不例外。當北河飯店熬過了困境之後，明哥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為貧困者解決1日3餐的問題。為180個孤寡老人解決完晚餐後，明哥坐下來已經是晚上8點。北河飯店的剩菜剩飯也是明哥晚餐的唯一選擇。今日大約收到幾多咗啊？咁樣100票啊？100張左右啊！假期啊，仲要整多啲餸添啦。年尾我哋都要準備啊！咁我年初1、初2閂大門都話準備一啲外康券啊，等佢哋可以喺年初1、年初2都有飯食啦，開飯堂。在老廣的心中，家有黃金萬兩，也不過1日3餐。每個人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找尋自己喜歡的味道。無論是深夜的饕餮之旅，還是都市街頭的愛心便當，這百千味道中蘊藏着的是對日常的尊重。因為對每個老廣來說，最普通的才最珍貴。日日如此，年年如是。